请问这个 for 圈会迭代几次？3秒内告诉我答案。3、2、1。大家好，我是 Tyler。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学习程式设计需要非常强的逻辑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打破这个迷思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理解什么是逻辑思维。逻辑思维其实就是认识事实的能力。你知道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慧是如何实现的吗？就是给予纠正。没错，不论监督式、非监督式还是半监督式，只要是机器学习，一律有导正 AI 的行为，让 AI 的行为能够越贴近事实越好。这正是在模仿人类，让逻辑思维变得更好。所以训练逻辑思维就是在训练认识客观事实的能力。而逻辑思维在程式设计中之所以这么重要，是因为程式设计必须贴近客观的事实。任何的错误，即使是程式码中某一行的小小的 bug， 都有可能让整个软体 crash 掉。这种在缝隙中藏有高风险的可能性，对于商业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因此业界对于软体工程师的逻辑要求才会如此之高。好消息是，接触程式设计并不需要特别好的逻辑，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会写程式，正如没有人一出生就会讲话。写程式就跟我们说话一样，正常情况下都会经过大脑。应该吧？你的脑袋就跟肌肉一样，没有训练怎么会有力气呢？倒过来说，只要按部就班好好的训练，你的思维逻辑能力一定会渐渐的变强。这也是为什么有实力的工程师逻辑都很好，他们每天都在训练脑袋的肌肉，而且不只有在科技或资讯领域方面，他们在各方面，包含待人处事，都有很清楚的逻辑。一个人的程式设计能力和他的逻辑思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，更不用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了解资讯工程这件事情。所以下次再听到谁说不就是写个界面然后串 API 就好了吗？你就叫他现场写个 for 圈计算等比级数和。来，你来写 for 圈。是。跑几次？7次。错，没有看到这边有个 break 吗？出去。不过问题就来了，如何训练逻辑思维呢？其实刚刚已经爆雷了，就是像重量训练那样训练你的脑袋。问题就是重量，脑袋就是肌肉。请你练习了解事实，练习发现问题，练习分析问题，练习解决问题，练习用脑袋把哑铃举起，练习用脑袋把问题解决。所以不论是数学、解谜或者益智游戏都可以，让你的脑袋去推论正确且可行的解决方案。但是注意，这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可行解区域，也就是你要可以证明你所说的这个解法是不是真的，而不是心得分享大会说我看起来这样怎么样做就好啦。是不是事实 run 下去就知道了嘛。这就是为什么软体工程中需要大量的测试，因为要证明所做出来的东西是真的能用的。另外也要注意，有非常多的训练都十分的片面，没有连续的成长曲线，也很难测试是不是真的有效果。但是程式设计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你可以从最简单的输出开始，慢慢进阶到分支流程、循环流程，甚至是比较高难度的系统设计。它可以让你不断的训练，不断的变强，就好像我们使用的重量不断的上升一样。虽然我阿嬷不会，但我不相信你不会 print 一行 Hello World。 学程式不再是想要成为软体工程师的专利，而是在 AI 浪潮之下人人都该做的事情。所以现在说自己逻辑不好的人，我一律通通建议去写程式。鼓励你把握时间学程式。如果想学程式，我们的频道就有了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的频道有一群非常聪明的好朋友会来回答你的问题哦。